大家好，我是晨晨，他是健哥。影音设备的视频我们做了不少，电视、回音壁最近都有涉及。投影仪的视频呢，我们有一阵子没有去做了。投影仪的画质虽然相比电视要差一些，但是移动方便，并且可以投出比较大的尺寸。比如说这台当贝 F 就可以投出200多寸的尺寸，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就和陈一起看看这台当贝 F 它到底如何吧。当贝 F5 的设计走的简约路线，似乎投影仪这一市场不流行整花里胡哨的设计，不像电脑机箱有各种各样的厂家在凹造型。也许是因为投影仪这种数码产品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角落，并不起眼。电脑什么的可能还好装的好看一点，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本体顶部为 ABS 塑料，中间镶嵌玻璃触控面板，实际使用中触控使用的频率很低，基本上是遥控，这也省得频繁擦玻璃上留下的指纹了。4个小开孔为原厂麦克风，用来支持语音识别，尾部为出风口，面积挺大，接口依次为电源、百兆网、音频光纤、2个 USB 2.0、2个 HDMI 以及极其先进的3.5毫米耳机接口。产品描述中2个 HDMI 接口，其中1个支持 EARC， 这个不多讲了，可以看我们之前回音壁的视频了解这个音频回传的功能。另一个 HDMI 接口标注的版本为 2.1， 然后还写了一行字，支持 HDMI 2.1 TMDS 协议。这个协议实际上是特指支持 EREC 技术的 HDMI 2.0， 实际带宽为 18Gbps， 而支持到 48Gbps 协议为 HDMI 2.1 FIL。购买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当然，这个投影仪支持 4K 60Hz 输入，实际 1080p 60Hz 输出， 18Gbps 的 HDMI 2.0已经完全够用了。这个问题主要还是 HDMI 改变了命名规则，并不是当贝的问题。当贝 F5 外壳使用一体式网面铝合金包围，质感还是很不错的。三维尺寸为 21.5 乘 27.5 乘 16.3厘米，分量也挺足，重量4000克，不能说小，毕竟不是作为便携投影仪来使用的。本体底部只看到了4个脚垫，背面有螺纹孔用于连接脚架等设备，需要通过加装一块转接板将4个脚垫转成为1/4螺孔，略微有些复杂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内部结构导致无法在中间提供这么大的支持力。遥控器主体也是使用的金属材料，虽然现在也有性能良好的塑料，更多人的潜意识里还是感觉金属要优于塑料，能抓这一点挺难得的。索尼上万块电视机都用的塑料遥控器，这个遥控器的换电池的结构设计很方便，有点像换弹匣的感觉。反正一边看视频一边按这个遥控器，手感很好，非常的解压。最后一个配件是小砖头电源适配器，额定功率240瓦，好处是可以控制投影仪本体的体积，减少设计压力，让这部分变压产生的热量独立散热。缺点就是你得找地方去放这块砖头。作为投影设备，最重要的一个参数便是亮度。当贝 F5 的亮度达到了2800 NSI，NSI 是比较接近实际使用情况的亮度测量标准。测量实际上打在屏幕上的光通量，而不是测量灯泡的发光量。一个是因为使用来自欧司朗的新一代4通道 LED 灯组，二是使用了 DLP 成像，相比 LCD 成像损失的亮度会少一些。足够高的亮度可以保证使用环境的多样性。1-2000价位的很多低亮度的投影仪，大部分时间就只能在昏暗的室内使用，一开灯就废了，见不得光。虽然也对得起价格，但是就跟个玩具似的，比较影响使用体验。当贝 F5 的 DMD 使用是一块0.47寸、分辨率1920乘1080p 正脸，说明物理分辨率就是 1080p 了。虽然 HDMI 输入可以支持到 4K 60帧，支持 4K 片源解码这块抖都懂。我们手里也有差不多价位的传统投影仪，说是支持 4K 输出，其实也是 1080p 抖上去的。原生支持 4K 投影仪是非常贵的，智能投影仪肯定得有点智能化的功能来和传统的纯投影机做区分。首先就是自动化，当贝 F5 在机身前端搭载了 TOF 和 CMOS 传感器。TOF 在我们扫地机器人的评测里面介绍过，就是通过光的飞行时间来测距，以实现投影仪的自动对焦功能。
这个功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的，长按遥控器侧键即可，不会对画面的播放产生严重的影响。内置陀螺仪可以感知当前的姿态，并配合传感器实现自动梯形校正。在检测到机身位移之后，也可以自动触发矫正。如果使用的是幕布，还可以使用自动入幕功能，自动调节画面大小以适配幕布。最后还有一个感应护眼，检测到前方有障碍物出现，比如说有人经过的时候，会自动降低亮度，防止刺眼。但这个功能稍微有些敏感，稍微遮一下就触发了。这些自动功能无疑是极大的增强了使用的方便程度，省得自己一点点转动对焦、上下左右的矫正。不仅在开机的时候，你移动投影仪后也会很快自动调整好画面，非常的方便。当然啊，智能化的设备有时候也会变成人工智障。如果说你对它自动调出来的画面不满意的话，都可以切换成手动调整。镜头不能变焦，固定的1.2:1的投射比。投射画面范围在30到300寸，简单计算一下，16:9的100寸画面，投影距离是2.7米，大部分客厅是可以满足的。不过应该没人会去拿这个去投到300寸吧？算了算，要距离8米的投影距离，主要就是一个沉浸感嘛。不过我们还是试了试，在6.4米的范围内投出来了210寸的画面。理论上应该是240寸啊，因为画面顶到了墙，做了一定的梯形校正。其实到了这个距离，我个人觉得 4K 还是 1080p， 其实都看不出来太大的区别了。就看到疫情期间啊，有的学生闲得无聊，把投影仪投到了对面的楼的墙壁上啊，整栋楼一起看视频，倒挺有意思的。不过这里还是需要说一个细节，当贝 F5的发热还是挺大的，工作时后部出风口温度约50度，风扇的转速给的不是很高，噪音并不大，为38分贝左右。不像有些投影仪能听到明显的风扇声。F5的风扇较为静音，相对温度就要高一些，不能紧贴着墙壁，要留有一定的散热空间。内置风扇的转速上限其实挺高的，当你启动出车模式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到噪音和风量的。适配器的发量也不低，外壳也能到个50度。了解完外在，我们来看看内在。F5自然是内置的当贝自研的操作系统，当贝 OS 3.0。首先，开机无广告，光是这个就已经算是很大的优点了。现在智能设备市场广告含量极高，开了会员还有会员专享广告，甚至某些 APP 里面还要再看一遍广告。当然，当贝自己的投影软件和播放器没有广告，起码这些常规软件里可以免去广告的折磨。至于别的第三方 APP 就不一定了。播放器支持 NFS、SMP、FTP 等多种网络共享协议，自己在家组个 NAS 或者直接在电脑里面设置共享文件，都能够很方便的通过局域网访问。当贝 F5搭载了4核 MT9669处理器，以及官方宣传的三星 4GB DDR4 内存和东芝的64G 存储，不仅安装软件的速度很流畅，也提供了足够的解码性能。我们实际在放接近70兆码率的头号玩家蓝光片源时候，都能保持流畅度，当然前提是你的网络速度得足够稳定。自带的网口为100兆，连办公室的5G WiFi 实测速度也就是100兆出头的速度。从理论带宽角度来看并不成快，但是看片应该是足够了。至于 HDR， 只有在环境足够暗的情况下才能勉强感受到一点，环境稍微亮点的话，效果就大打折扣。毕竟投影仪不像显示器是自发光，更做不到把白幕布变成黑幕布。另外这里也说一点，国内的流媒体对于 HDR、杜比世界、杜比全体声这些视听技术的支持非常差劲，和奈飞这种大部分支持7.1声道双杜比、字幕都是多语言版本的 4K 流媒体片源相比，差距太大了。国内我个人使用的是爱奇艺，你需要在 APP 里的创作实验室里手动打开 HDR 和杜比音效，才有这些功能。说回当贝 F5，在标准设置下的锐度有些高，导致整体的画面看着锐化过度，在看一些人物特点的时候会特别明显，毛孔变大，比如说像这个片段，建议还是手动拉低一些，观感会好很多。由于对画面的增强处理需要一点时间，这就会导致显示有延迟，在连接电脑使用的时候呢，会感到比较明显。这的话可以打开极速模式，关闭所有的图像处理，延迟能降低到1帧的刷新时间，也就是大约16毫秒，使用体验会好一些。如果你拿来玩游戏的话，建议还是开启极速模式。拿电视机玩游戏是一种体验，拿投影仪去玩，画面可以投得更大，也是一种体验。我这里还是要说一下，当贝官方宣传的120赫兹运动补偿，不注意看会以为是支持120赫兹，不是的，画面输出只有60赫兹，是算法做的运动补偿。当然，这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用法，就你在看动漫的时候，一下子就让24帧的画面流畅了很多。
些舞蹈区的30帧的画面补个帧。甚至是黑白的老电影《罗马假日》，这样一搞，是不是就流畅了很多？此外，当贝还集成了语音助手，比如说打开 APP， 要不然的话，你用遥控器去找 APP 的话太累了。不过，仅仅是支持系统级应用，手机里面语音助手常见的啊，比如说用爱奇艺播放《误杀2》。Hey Siri。用爱奇艺播放《误杀2》。当贝助手就无法识别。用爱奇艺播放《误杀2》。帮你找到两部名称有《误杀2》的影片。语音助手只能在系统层面调用，还没法在 APP 层面调用。当然，语音助手也可以用来户外遥控器，遥控器上有个麦克风。投影仪上也有麦克风，因为遥控器是蓝牙连接的，即使遥控器距离投影仪有一定的距离，也是可以通过语音助手找到遥控器的。遥控器找不见了，你好，当贝，找遥控器。之前和同学视频里面去折腾找遥控器的玩意，后来发现了系统都自带这个功能，而且在视频下方啊，当贝系统也去做了评论。最后我们说一说当贝 F5适合什么样的用户，5、6千块钱其实也能够买到55寸甚至65寸的4K 120赫兹的电视了。从画面的精细程度和色彩还原上来看，肯定是电视更好一些。当贝 F5只有 1080p 60赫兹，这个画面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当贝 F5的优势在于非常方便的移动，你可以从客厅搬到卧室，甚至厨房。而且对于租房用户，搬家一次电视的搬动非常费劲，投影仪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另外，当贝 F5可以非常方便的投出100寸以上的尺寸。说实话，我家里的客厅是3.5米左右的观影距离，65寸电视就略小一点，但是买都买了怎么办呢？那投影仪的使用就更加灵活，能获得更好的沉浸感。相当于传统投影仪，当贝 F5的 ToF 加 CMOS 双自动对焦加全自动的6项梯形校正，几乎不需要再费劲去手动对焦了，还是非常方便的。相对于一些1、2千块钱亮度非常低的只能关灯用的偏玩具性质的投影仪，当贝 F5的2800ANSI 基本就不需要去刻意在意灯光环境了。当然，这一切的代价就是5000万元的价格，你觉得可以接受吗？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看了我们的评测，你是会去购买当贝 F5投影仪呢？记得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哦。有观众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r，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一定要点赞哦。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课 C-O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让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商品潮玩课。这是潮玩课，我是建哥，我是晨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